老外来中国见女网友，竟拍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。据说这是发生在偏远山村的真实事件。该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。故事开始，一个名为小婷的华人女子邀请网友杰森来自己的家乡游玩。据说那座古宅已经流传千年，曾经发生过很多诡异的事。杰森作为一个恐怖片导演，自然不会放过这次难得的写生机会。在赶往古宅的路上，小婷给杰森讲了很多关于古宅的事，两人也因此熟络了起来。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，杰森刚下车就发现身后的车消失不见了。他疑惑地询问小婷，可对方仿佛听不见似的，邀请他赶快跟上来。两人穿过一处深山，来到了一栋荒凉的古宅，但这里并不如想象那般秀丽，反而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。杰森没有多想，他认为这里既然已经流传千年，有点味道也属正常。两人刚到走廊，小婷突然停下了脚步，露出了一脸诧异的表情。杰森刚准备询问，小婷又突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他让杰森在院子里等候，自己这就去给他准备晚餐。杰森听后很是开心，拿出录像机将这一刻记录下来。但下一秒，身后的走廊里突然闪过一道白影。杰森连忙来到走廊查看情况，可找了好久也找不到任何奇怪的东西。可他再次回过头时，却看到小婷一动不动站在门口。杰森走过去才发现她的额头和手上都是血。杰森立刻询问怎么回事，可小婷却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杰森也不好多问，他跟随小婷来到餐厅，岂料刚走进门，就看到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，上面的女孩正是小婷。杰森顿时被吓了一跳，直到小婷说这只是一张艺术照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休息的时候，小婷为杰森端来了一杯水，杰森刚喝下，就发现里面全是虫子。小婷连忙道歉，准备给杰森换一杯水，可还没动身，他就再次神情诡异地愣在了原地。就在杰森感到疑惑时，小婷又突然跑出了房间。杰森连忙出去寻找，可小婷还没找到，他又在废弃的灶台上发现了一张男人的黑白照。杰森顿时慌乱起来，这座古宅明明只有小婷一个人住，那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还没等他搞清楚这一切，外面突然传来小婷的叫声，他连忙赶过去查看，竟发现一个黑衣男正在殴打小婷。杰森立刻上前制止，这才终于将男人赶走。小婷说那是自己表弟，因为家族之间的矛盾，所以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。说完，小婷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继续为杰森准备晚餐。不过这做法确实有些怪异。小婷声称这是自己家乡的特色，杰森没有过多在意，来到饭桌前调试自己的摄像机。小婷举起酒杯表示欢迎杰森的到来，见杰森一饮而尽，小婷立刻将酒偷偷吐了出来。杰森刚准备询问，就突然接到好友小美打来的电话，他向杰森询问古宅的事，表示自己也想过来看看。两人聊得不亦乐乎，丝毫没注意到小婷的脸正在不断抽搐。晚饭过后，小婷带着杰森回房休息，杰森想和对方聊聊自己的新剧本，却遭到了小婷的拒绝。杰森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他可不想错过这春宵一刻的机会，于是出门寻找小婷。可他还没走多远，就在房梁上发现了一条上吊用的白布，就连周围的木板也开始发出诡异的声响。经过一番寻找，他终于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小婷的身影。杰森放大画面发现，小婷竟在房间里跳着诡异的舞蹈。杰森顿时感到毛骨悚然，吓得连忙逃回房间。但就在经过灶台时，他再次看到了那张黑白照，男人的表情极为痛苦，似乎在告诉他赶紧离开。一转眼的功夫，男人竟突然出现在身后。Who are you? Oh, what happened? Did somebody cut you? 没等杰森反应，他又指向一旁的走廊，好似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杰森疑惑地上前查看，男人又突然间消失不见了。杰森害怕的不行，他立刻来到2楼，想要将此事告诉小婷。可走着走着，他竟在走廊尽头再次看到了那张照片。杰森彻底崩溃了，他直接来到院子，不停呼喊着小婷的名字，但无论他怎么喊，整座古宅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晚杰森彻夜难眠，他一直熬到天亮，这才终于见到了小婷。小婷若无其事地上前打招呼，杰森却感到无比诧异，他越想越不对劲，立刻将小婷带到照片面前，向对方讲述昨晚发生的事。但小婷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杰森又陷入了恐怖片的幻想中。为了向对方证明此事，杰森又带着小婷来到房间，他在相机里不断翻找，可录像还没找到，身后的小婷又做出了诡异的举动。杰森找了好久，发现昨晚拍下的录像竟然全都消失了。此时已经到了中午，小婷开始为杰森准备午餐，只见他手里拎着一只死鸡，然后放进石臼里不停敲打。Just relax. You're safe with me. If anything happened, I will protect you. I hope so. Oh my god. 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，杰森有些后悔来到这座古宅。他来到山下拨通了小美的电话，想让她带着自己离开这里。但就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杰森突然发现竹林里竟闪过一个人影。杰森顿时感到无比诧异，记得刚来到这里时，小婷说这地方根本无人居住，那刚刚的人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杰森疑惑之余，两个男人又出现在他身后，他们没有说话，抄起石头就将杰森打晕在地。杰森再次醒来已是深夜，他小心翼翼地寻找出路，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群村民，看他们举止怪异的模样，很像是在举行某种祭祀仪式。等杰森打开相机的灯光后，竟看到小婷也在里面。他还没搞清楚状况，那群村民就发现了他。杰森被吓得撒腿就跑，可下一秒
I'm sorry. I didn't mean to. No, Kate, help me explain. No, let me go. Let me go. Get off me. Get off me. Help me. Please get off. Let me go. 等杰森再次醒来时，发现那群诡异的村民早已消失，小婷也安然无恙地回到了自己面前。她上前安抚杰森的情绪，并解释了刚刚发生的事。她声称那群村民只是在举行某种古老的仪式，因为杰森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仪式，村民们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但此时的杰森已经彻底慌了，他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一切，便给小美打去了电话，让她赶快过来接自己回去。可杰森刚挂断电话，小婷却一改之前的诡异模样，变成了一个家破人亡的失足少女。一番哭诉后，杰森终于动摇了，他忍不住上前安慰对方，而小婷则趁机将杰森带到房间，想要和他讨论自己创作的剧本。随着两人聊得越来越深，杰森也似乎忘记了刚刚的一切。小婷知道他明天就要离开这里，便主动示意让他躺下。可当杰森躺下后，小婷却将一根白绳捆在了他的手上。杰森没有在意，可小婷却越捆越紧。就在这时，床下又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敲击声。杰森转过头，才终于发现床上铺着的竟是一张裹尸布。他顿时被吓得浑身抽搐，但小婷却面无表情地问 Do you like my story, Jason? 小婷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那些消失的村民也全部出现，他们将白布裹在自己身上，带着杰森向深山走去。杰森小心翼翼地寻找出路，又无意听到了小婷的声音。可当他转过头去，竟发现叫自己的人并不是小婷，而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。危急时刻，小美突然出现，将杰森带到了自己的车上。但就在两人准备逃走的时候，一通电话突然打了过来。 It's me, GT. Where are you? I've been calling you for days. This is the first I've gotten through. What's going on?Are you okay? 杰森顿时感到脊背发凉。如果和自己通话的是小美，那车里的究竟是谁？就在他疑惑时，突然 Hello, Jason. 杰森拼命挣扎，终于爬出了车里。可他刚喘口气，下一秒，就在杰森走投无路时，镜头突然一闪，他竟相安无事地回到了酒店，就连小美也出现在自己身边。杰森不由得想起刚刚发生的一切，以及被恶魔附身的小婷。既然自己已经被恶魔逼到绝路，他又为何将自己送回酒店呢？杰森打开相机进行查看，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为了搞清之前的一切是不是幻觉，他带着小美返回古宅寻找真相。很快，杰森就到达了记忆中的位置。他刚将车停下，后座的相机就突然自己打开了。小美好奇地拿过来查看，却看到了未曾拍下的画面。 What is it? What do you see? 小美见状顿时慌乱起来，可杰森却一改刚刚的紧张神情，若无其事地走下了车。他朝着古宅的方向走去，发现路边竟多了一座奇怪的庙宇。更诡异的是，他们找遍了整个深山，都始终没有找到古宅。直到夜幕降临，那座古宅才终于浮现出来。这次小美彻底慌了，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，可杰森却硬要拉她进去看看。古老神秘的古宅中，处处散发着诡异的气息。小婷也站在窗前，一如既往地跳着诡异的舞蹈。小美被这一幕吓得捂住了嘴巴，但杰森却走上去和小婷聊起了天。 Kate, what is that? Okay, Kate, what if we ate vegetarian tonight? 听着两人的对话，小美的内心愈发慌乱，她连忙上前招呼杰森赶快离开。可她的这一番话似乎刺激到了一旁的小婷，只见她提着一只公鸡向小美快速走来。杰森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。 She doesn't want Jason. She wants you. 直到这时，小美才终于明白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小婷的圈套。她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全是因为照片中的男子。小婷曾是一名影视毕业生，为了创作自己的恐怖片剧本，她便在毕业后来到这座古宅寻找灵感。在此期间，小婷和照片中的男子相互结识，并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。可结婚后，小婷的生活并不幸福，丈夫想踏踏实实过日子，她却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为了打消小婷不切实际的念头，丈夫竟将她关在了房间里。小婷只要敢反抗，他就会拿起棍棒一顿毒打。小婷无法忍受这种折磨，便吊死在了房梁上。上吊自缢的人怨气极重，村民们将他的尸体放在了村口的庙堂前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没能镇压小婷体内的强大怨念，反而还招来了一只沉睡千年的恶魔。他开始利用小婷的身体，引诱无数人类举行祭祀仪式，最后将他们活活吃掉。知晓真相后，小美也终于明白，原来杰森早在第一次来到酒店时就已经成了恶魔的祭品。随后他又附身在杰森的身上，引诱小美一步步走向深渊。